钻地弹是一种对地攻击的炸弹，能够深入地下几十米甚至数百米的深度，对地下指挥所等设施造成毁灭性的打击。今天呢，老兵就给各位老铁聊一聊威力最大的6款钻地弹。Top 6，俄罗斯 KH-59 MKM 钻地弹。KH-59 MKM 是俄罗斯的 KH-59 巡航导弹的改进型，由 KH-59 MK 反舰版本呢为基础改进而来的，总重量为930公斤，直径380毫米。制导方式呢采用了惯性制导加格洛纳斯卫星修正。不过由于弹体太小，无法安装精确制导导引头，所以打击精度呢也会有一定的影响，命中误差只能保持在10米左右。战斗部则分为1级分部和2级主战斗部，其中1级分部呢是由4个并联的空心装药小战斗部组成，重量为4公斤，主要作用是在目标钢筋混凝土层上开洞，用高速金属射流打出多个小洞，破坏钢筋混凝土的结构。320公斤的2级主战斗部则是在1级的开洞效果上，依靠动能强行穿透3米厚的钢筋混凝土层，进入目标内部起爆，彻底摧毁目标。比较有意思的是俄罗斯对应的负责人在2021年航展上介绍 KH-59 MKM 导弹时呢，提到了导弹对付的硬目标中包括水坝，这说的就有点直白了，因为这在其他国家类似的武器宣传中是非常少见的。虽说战时炸水坝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，但是这样直白的说出来，多多少少是有点愣头青的意思了。Top 5，英国高脚杯炸弹。二战正式爆发之后呢，英国方面对轴心国高价值目标的打击也是提上了日程，但当时呢，英国只有113公斤和226公斤2种规格的航空炸弹，所以当时著名的弹药工程师巴恩斯·沃利斯就设计出了一款外形纤细修长的巨型炸弹，由于整体造型呢和一只高脚杯相似，因此也得名称高脚杯，而它的自重达到了惊人的5.44吨。带尾翼长6.4米，最大直径0.965米，内部填充了2.3吨的铝墨混合炸药，依靠自身巨大的重量以及空投时的巨大动能，从而贯穿目标建筑物顶部的混凝土防护层或者地基。根据英军当时的测试，高脚杯在时速270公里的条件下呢，从5500米高空投下，到达地表时速度超过了每小时1210公里，可以穿透5米厚的混凝土层，直接产生直径30米、深24米的巨大弹坑。由于高脚杯这种炸弹产生的威力丝毫不逊色于一场小型地震，因此也被称之为地震炸弹。而高脚杯最出名的战例是击沉了2战期间德国最强的战列舰提尔皮斯号。当时的英国皇家空军出动了29架兰卡斯特轰炸机，携带高脚杯炸弹，仅用了3枚就将这艘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战列舰击沉了。Top 4，美国 GBU-28 碉堡克星。说起美军的这款钻地炸弹呢，其实是海湾战争中的早产儿。当时的美军对伊拉克首都巴格达附近的地下指挥所进行过反复轰炸，但是效果十分有限，因此美军呢才匆忙研制出了 GBU-28。由于是匆忙研制，所以还没来得及测试就直接被送上了战场。1991年2月27号，一架 F-111 战斗轰炸机向巴格达附近的空军地下设施投掷了首批2枚 GBU-28 炸弹，其中1枚准确命中目标，对伊军地下指挥所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。海湾战争期间，美国共生产了30枚这种炸弹，但是毕竟是一个早产儿，所以还是存在很多缺点的。海湾战争结束之后呢，美军专门拨出了1840万美元，计划对其进行改进，而改进后的炸弹才被正式命名为 GBU-28。改进后的 GBU-28 整体重量达到了2.3吨，最大直径440毫米，长约5.84米，内部装填了306公斤的高爆炸药，并且装备有智能化的引信。在使用智能引信时，能随时将炸弹钻地过程中的有关数值与内置程序进行实时比较，从而确定钻地深度。当炸弹接触到地下掩体时，会自动记录穿过的掩体层数，直到达到预定的掩体层后才会爆炸。根据美军的测试， GBU-28 能穿透地下6米厚的加固混凝土或者30米厚的软土层。Top 3，美国 BLU-113 先进型单体穿透炸弹。在1991年海湾战争中，美军曾经使用 GBU-27 制导钻地弹呢攻击伊拉克的地下目标。
但是由于钻深能力不够，打击效果是很不理想，所以美国空军临时启动研究计划，利用多余的203毫米炮管生产出了 BLU-113 钻地炸弹。BLU-113 重约2.3吨，装药为特里托纳尔高爆炸药，弹壳采用优质钢铸造而成，战斗部壳体采用镍铬钢合金制成，最多可以穿透6米厚的钢筋混凝土工事或者30米厚的软土层。和刚才说到的 GBU-28 一样，钻地弹头内部装有智能引信，使弹头钻地达到最佳深度时引爆，以达到最大的毁伤效果。Top 2，英国大满贯炸弹。大满贯炸弹呢，是二战期间英国的一款航空炸弹，同时也是二战中体型最大的航空炸弹了。炸弹的总体色调为暗绿色或者灰色，尾部为金属原色，弹长为 8.08 米，直径 1.17 米，重量达到了10吨。在结构上几乎与高脚杯炸弹一模一样，头部由加强弹锥保护，内部装填了 4.14 吨的铝墨混合第一高爆炸药。根据英国当时的测试，大满贯能轻松钻入厚度为40米的土层，最多可以砸穿7米厚的钢筋混凝土层。1945年3月14号，大满贯炸弹第一次被使用。当时，英国皇家空军少校 C.C. 库德带领了兰开斯特轰炸小队，毁坏了贝拉佛铁路桥的2个桥拱。而另外的一次著名战绩是轰炸一个潜艇基地，过程中2枚大满贯炸弹轻易穿透了7米厚的钢筋混凝土天花板。而随后的巨大爆炸呢，更是摧毁了洞窟中的部分潜艇。大满贯作为二战最庞大的航空炸弹，不仅具备了强大的穿透力与破坏力，而相对应的就是造价极为高昂。第一，当时英国的国力也仅仅制造了99枚，其中42枚在二战中消耗，剩下的在战后陆续销毁。Top 1，美国 GBU-57 巨型钻地弹。GBU-57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钻地弹，在美国的军事界有着炸弹之祖的称号。弹体长度6米，整个炸弹的重量 13.6 吨，装载炸药的战斗部重 2.4 吨，而炸药的爆炸威力是 GBU-28 钻地弹的10倍，爆炸当量是俄罗斯炸弹之父 FOAB 的3倍。采用 GPS 制导和惯性制导2种方式，所以命中精度非常高，误差可以控制在 1.2 米以内。GBU-57曾经在美军的掩体打击测试中，能够轻松穿透60米厚的一般加固钢筋混凝土和40米厚的岩石土层。在面对加强型加固钢筋混凝土结构时，钻地的深度达到了8米。这个数据是远远超过了美国的 BLU-113 钻地弹击穿6米厚混凝土和30米厚软土层的钻地深度记录，让它成为了美国当之无愧的战术炸弹之王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各位老铁还想看哪些盘点呢？欢迎留言讨论，你想看的也是我想要了解的。各位老铁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